疫情之后，有一个非常笃定的愿望，离开城市，回归自然，自己盖一个房子。我叫穆威，生活在武汉。我叫万千，就是武汉人。我们在一起搭档，差不多已经有10年了。我跟他几乎是同时有自己的小孩，我们又在一起，就是带着孩子们盖房子，看看童年的人类会怎么样造成自己的一个庇护所。疫情期间，我跟女儿、岳母和妻子们也是确诊阳性，前后隔离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解封以后，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就是一只小猫小狗，你把它从屋里放出来，放到野外去，它会怎么样的撒欢？这个农场是我好朋友的一个农场，离城市很近，是一个荒废10多年的一个森林嘛，戏称它为武汉魁北克。我们一起建造了3栋这样的小木屋。让一个小朋友画一个房子，他一定会画一个坡屋顶的房子。人类最早地上挖出一个洞穴，盖上一个窝棚，3角形的支撑结构，这是留存在我们人类的童年记忆当中的有关房屋的形象。以小飞象为例，我们给孩子单独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小空间，他可以去玩耍、写作业。大人是可以独立做自己放松啊，或看书。方尖碑有点像古埃及纪念碑的上下的 loft， 小朋友喜欢爬楼梯，喜欢上面的那像安全网一样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小朋友更喜欢晃晃悠悠、颤抖的感觉。电影《阿凡达》，当萨姆化身为阿凡达以后，他在树上睡觉的地方，其实是一片大叶子，是一个大的吊床。中国人对居住的理解是受制于前苏联给我们带来的几室几厅的这样的影响，但以我在北欧的经验，它只是一个容身之所，专门做了一个极限的户型，只有10个平米左右，但是它依然能够满足你对壁炉的这种幻想，然后可以很温暖，光着脚在房间里面走动，可以睡在阁楼里面去，有更多机会走在自然里面，可以自己劈4柴。各种各样的木材，有的适合做劈柴烧掉，有的可能可以作为建造。我们把它表面碳化以后，它可以防腐防虫。这个环节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感觉放火是人的一种原始的本能。上次一帮小朋友自己用木头造了一个独木桥，是给我们挺意外的。我们是不是低估了成长过程当中小孩子的愿望和欲望和创造力？整个营地它更像是一个自然版的建筑学院，可以花1天建好它，然后使用3个月之后就把它拆掉，它完全不永久，有一点这种尘归尘、土归土的概念。网上的互联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便捷，大家在骨子里面不是一个虚幻的赛博空间里面的一个生物，我们自己的心中所存在的梦想，一个自然的森林当中鸟语花香，面对面的交流和交往。我们今天也在开玩笑吧，再出现隔离，我们干脆就把自己隔离在木屋里算了，就是隔离在自然里面。乡村有最好吃的草莓、最好吃的苹果、最新鲜的蔬菜，回到一个刀耕火种的一个状态。